嘿，大家伙儿早喽！5月23号星期二了，跑在商业街新来桥这边转一圈，然后去大阪城。今天是我的第4个训练日，咱们按照习惯回评论。现在大街上这些，除了下夜班的或者是很早去上班的，绝大多数都是玩了一宿。哪儿的年轻人都一样，真的。来日本旅行的小伙伴们，来过大阪的应该都来过这条街。这就是我那天说的晨跑有不一样的风景，而白天人山人海的，而且也比现在干净。行，一会儿咱们到公园回评论啊。哎，开始下小雨了啊，镜头上可能会沾水。今天就轻松跑、慢跑，回评论。22岁的一位小伙伴跑步，说刚进入点状态，新冠了，然后新冠好了以后呢，脚趾不舒服，一查痛风了，特别沮丧。这结合另外一个评论说，就是有一个小伙伴说，月跑量200多，但是呢，单次训练超过20公里，腿就疼，就得缓好几天，好像说是受伤那种疼，怎么办？这都是不得不面对的事儿。我这些东西，说实话啊，劝您其实没有用，尤其是比外人劝您更没用。亲人安慰和劝有用，是因为那有感情在，可能让您觉得做这些事儿还有意义。我只能说，我也经常面临这种事情。我是个很完美主义的这种性格，更接受不了各种奇奇怪怪的事儿。但是你又怎么办呢？比方说，单次20公里就不行了，那您想跑马拉松吗？如果您想跑马拉松，那这个问题就必须得解决，对吧？那怎么解决呢？其实，对于我们绝大多数普通人，只要您没有先天的疾病，然后身体体态是正常的，那只能靠多练。您那个地方薄弱，跑长了就累，那就多练。我一开始跑步，第一次跑完10公里都不会走路了，这没办法。这位小朋友也是，说实话，在国内上大学，到22岁，可能您的人生才刚刚开始，会接触各种各样的人，各种各样的事儿，一切都会，也不能说一切都会好，只能说，大多数时候这个事儿都能被解决。不能解决的事儿呢，那也就不要强求。那人不是什么每一件事儿都能解决的。如果每个人的每一个想法都能够实现，那才不合理，是不是？祝您越来越好，也祝那位跑者能早日突破自己的极限。另外，也是一个大一的小伙伴，跟另外2个同学差不多一起开始跑步，然后互相之间分享一些周围人的看法，问跑第几名啊，或者是不是闲的呀什么的。我觉得他有句话说的特别对，他说不太可能会有人这么想的，因为他说的是另外2位朋友跟他分享的啊。他说，就算他不运动的时候，在电视上看那些马拉松的、登山的、铁人3项的，都会说呀，好厉害，这是人之常情。所以我跟大家说一句实话，无论是说您跑马拉松，还是说您干任何不寻常的事儿，这种态度说的，其实他不是傻，他就是坏，你知道吗？你就这么想吧，在乎你的人，不会有人这样讥讽您的，那肯定最多就是担心您的安全、健康，对吧？或者是比方说，家里您是顶梁柱，可能另一半会觉得希望更多的精力去赚钱等等，这些都有情可原。但是那些
就刚才那些话，其实我觉得，要不然是傻，要不然是坏，大多数时候不是傻。日本跑马拉松的人多吗？跑步的人多吗？看见人不多，人挺多的，而且水平都不低。今天下雨人少，这两天我出来的早。不同的设备测自己的最大摄氧量总是不一样，那肯定不一样啊，他用的算的方法不一样。就您看到的所有现在我们能买到的小设备，手表也好，心率带也好，都不是测最大摄氧量，都是算最大摄氧量。真正测就去实验室戴面罩，那个是目前的所谓的金标准。你看今天下雨，前面还有好多跑步的。希望明年春天参加一场全程马拉松。现在开始月跑量120到150，可以吗？很可以。这个跑量4小时30以内完赛，男子啊，没问题。我那时候第一场马拉松跑了429，就是刚开始跑步一整年，前1/3到1/4年都是不到100，之后就是100、120，而且很不系统。所在的城市不太冷，最冷的时候也就是0度。光电心率的臂带可以吗？可以。其实我现在戴这款臂带，就北京的最冷的时候也没事了，表现很好。我觉得胸带可能会慢慢的淡出视野了。流鼻涕怎么办？这个我也流鼻涕，习惯了就好，尤其是冬天的时候。Stride 对训练有帮助吗？有帮助，至少距离和配速记得很准很稳。另外呢，好多数据它采集的比较准确，而且功率预测比赛成绩是我见过的最准的，没有之一。最后一个小伙伴说，就得泡热水澡，泡透了才行。比赛前，这个我还是那句话，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观点。我只是说，大多数情况下，如果您的第二天的比赛是要冲成绩，无论是马拉松还是任何运动，都不要让自己的肌肉是一个放松的状态。那样的话，不太容易冲出您最好的成绩。您可以试一试，因为我是试过泡澡泡脚的。您也可以试试不泡，对吧？也许就不一样了。如果您发现不行，那每个人其实不一样，就跟专业运动员有的也有各种自己的不同的做法和爱好。回头我也试试您说的，我泡透一次，找一天强度训练之前，好吗？行，差不多。对，还有一位小伙伴大一说做过气胸和肺大泡的手术，那您怎么说？医生不建议高强度运动，我也不建议。低强度慢跑这是最多的了，慢跑就您得控制心率，130，别再高了，定期的去检查身体。但是范围内的运动是，我觉得对身体免疫力啊各种啊会有帮助，这个您要听医生的。祝您能越来越好。那差不多都回完了，我这一个折返就回家。5月23号星期二清晨6点39训练结束啊，这两天都比较早。今天跑了14公里多一点，1小时10分，平均配速4分57，心率138，功率196，步频195。今天就一直轻松跑，最后1-2公里往家跑的时候赶红绿灯，然后加了加速。
行啊，今天咱们回了回评论，很多都是小伙伴面临一些问题啊、困扰啊，就有问题其实是生活的常态，包括训练也是。很多小伙伴说，受伤、训练不舒服、伤病等等，这个我之前也说过，这就是常态。在开始跑步的前4、5年，基本上就是伴随着疼痛、疲劳、伤痛的。等你跨过那一条线，我其实觉得我什么时候跨过的那条线呢？就是可以稳定的跑进3小时以后，我好像一下跨过了那条线。就是以前我们训练，我的感受是，练多了肯定会受伤，练多了肯定不舒服，就没有那种要练多的欲望。然后跨过那条线以后呢，就觉得练多了是另外一种感觉，真的感觉到自己在进步，在变化。我觉得那段时间呢，感觉特别好。这1、2年呢，又进入了一个平台期，看看再找突破。这不今年在调整训练的一些节奏嘛，对吧？行吧，那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。这个车的声音好大呀，雨还是一直在下，小雨还是挺舒服的，好几天没这么凉快了。好，那就这么着，明天休息日了，大家加油干，加油干，咱们回头再见。